什么都不管，我們直接下去。它的重力是四面八方的。哇，終於上來了！大家好，我是01。如果你在異星探險家裡坐了一輛車，然後你把這個車開到了地心裡，然後怎麼上來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這個事情困擾了我好幾個小時，我以為我這輛車救不回來了，因為它已經飄在地心裡面了。我們都知道地心是微重力的，車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開，它開着開着就飄了。我來分享一下我的辦法，我能把這個車救上來，真的是太興奮了。首先，這個車前面有鋪路機可以鋪路，這有一個鑽取力度3，它可以鑽取最硬的地面。後面是一個大型存儲桶艙壁，然後上面放滿了中型液體土壤罐。這些液體土壤罐呢，可以來收集土壤，在你需要鋪路的時候給你提供土壤。所以說這很重要，一定要按照我這個方法來弄。這個發電機是要的，然後弄一個車座就可以。如果你有隊友的話，你可以做一個大車座，這樣我們就可以出發了。我直接挖到地心，直接開下去。我把角度拉到最大，一直往下走。我可以停一下，看一下这個車，我們下來就能看到這是一個傾斜的了。為什麼一定要帶這個泥土罐？就是前面這個藍環，這個藍環滿了的話，土壤就滿了。它還是很能裝土壤的，因為我們挖到現在，這個土壤也只是裝了這麼一點而已。因為有很多空的地方，很多懸崖，如果沒有土壤罐，我們就沒辦法鋪橋鋪路，就像現在這樣子，這完全是空的。如果沒有土壤罐的話，我們就只能摔下來了。這個綠色土壤出來之後就接近地心了，挖穿了之後就是那個紫色的核心。真的，這遊戲太他媽有意思了。我最早是2021年玩的，這是我的好兄弟一直拉着我玩，沒想到我自己這麼喜歡這個遊戲。太空元素，哎，好多太空元素啊！哎，挖到地心了，什麼都不管，我們直接下去。它的重力已經不僅僅就是在你的腳下了，你的任何一個位置改變都有可能改變你的引力方向。不管怎麼樣，你就是懸浮在這個地心裡了。然後你怎麼辦？怎麼上去？怎麼回到地面？掉落到地心裡。現在不要慌。首先呢，你確定這個車就在這裡，然後它不會亂飄，別到時候找不到。然後你現在有聯氨噴射包，你可以自己回到地面上，先回地面，飛起來，往天上飛，邊飛邊在你的頭頂去吸土，一定要保證自己的燃料充足。如果聯氨不夠的話，提前多準備一點，而且你的吸土槍上也要裝一個能夠挖取地心的鑽頭，也就是最硬的那個鑽頭。好了，我終於回到地面了，離家不遠。然後回家到小型打印機這裡找到這個聯氨推進器，它需要一個 ESO 芯片，還有一個鋼鐵。現在我已經做好了聯氨推進器，不要把它展開，直接拿到背包裡。背包還有幾個空格，最少拿3個聯氨，到時候給它裝上去，要不然沒有燃料飛不了。我的目的就是讓這個聯氨推進器在這個漂浮的空間裡給它一個推力，把它推到能接觸土壤的地方，然後讓它繼續挖，這樣才能夠挖上來。否則在地心裡漂浮就好像人到了太空裡，這個微重力情況下真的不好弄。所以說這是最簡單的方法。現在我們應該回地心找車了，但是我們能原路返回嗎？不能，原來那個坑不是直的，你再往下掉的時候有可能碰到牆壁就摔死了。所以說直接往下挖吧。而且如果你有懸浮滑板的話，最好是踩在懸浮滑板上往下挖，這樣你的浮力會高一點，不容易摔死。直接調出這個吸土槍，在自己的腳下往下挖。再往下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在有落差的地方一定要按一下這個噴射包，給它一個反推進的力量，不要讓自己摔死。而且挖的時候也不要一下子挖到底，挖一挖停一停，挖一挖停一停，這樣才是最保險的方法。而且在往下挖的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如果接近地底的話，會有那種匕首根，還有那個珊瑚泡，不要挖到珊瑚泡，它會爆炸。不要碰到匕首根，匕首根你靠近了的话，它會用匕首扎你啊，不是匕首啊，是刺。好了，終於到地心了，下去找我們的車，按方向鍵控制自己的方位，慢慢的降落下來。同位素發電機放在前面，然後把這個桶艙壁放在上面，然後這個推進器要放在後面，一定要放在後面啊！不放在後面的話，它沒有辦法給它一個向前的推力。這裡就可以展開了，然後把聯氨放上去，3個，再放一個。好了，來車上之後點火應該是按 C， 點一下。好了，現在開始推進了，往天上跑。
不用管，一直往天上跑，按一下 V， 好了，開始挖。可以節省燃料，如果沒有挖上去的話，就再找一找方位，總是能上去的。哎，這不就上來了嗎？不過有一點要注意，這個土壤很重要啊，一定要多存一些土壤再下地心，否則你連造路的土壤都沒有，這就很難了。我剛才就是一點土壤都沒有了，我費了好大的勁才上來。我終於上來了，我終於出來了。從那個微重力的地心裡把自己的車救上來了。這個方法一定要有耐心啊，多試，一定能把車救上來的。